我姓王，你们就叫我小王吧。我到了全世界最干净、最安全、最法治、亚洲最发达的国家——华人之光新加坡，带你们看看最真实的新加坡。大家好，我是小懒，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一提到新加坡，大家脑子里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呢？那肯定是全世界法治天花板啊！网上天天有营销号科普说新加坡那个规矩大到能把人活活管死，乱扔垃圾重罚，上厕所不冲水罚款，甚至嚼个口香糖都能给你抓起来。最吓人的还有那个大鞭子鞭刑啪啪几下能让你怀疑人生。网上甚至有这个热帖警告大家呢，去新加坡千万别干这40件事儿，否则分分钟罚到你破产，甚至直接坐牢。结果呢，昨天呢看到一个有意思的视频最近有个叫小王的中国男博主，常年在杭州、上海生活。那这次他就趁着免签，亲自买张机票飞过去了，打算见识见识这人间天堂。可是谁能想到，这哥们儿落地一实拍，直接发了个吐槽视频。这哥们儿在视频里直摇头说什么法治天花板，说白了全是纸面功夫，这里的法律简直形同虚设。这视频一发出来中国网友和新加坡网友当场就掐起来了，评论区直接炸成了马蜂窝有人就跟着附和说对对对，我去了也觉得落差特别大，脏乱差没人管。也有人破防了，骂博主以偏概全，故意抹黑。说实话咱也没去过新加坡，但这种印象与实拍的强烈反差确实挺有意思的。那今天呢，咱们就借着这位博主的镜头，抛开网络滤镜来聊聊这个话题。到底是我们对新加坡的误解太深了，还是它的管理模式正在发生变化呢？那要说这个小王第一站去的就是新加坡最核心的地方市中心 CBD 商圈。网上是怎么吹新加坡禁烟的？说是全球最严的禁烟国除了特定的小黄格子里，户外室内全面禁烟，只要你敢在公共场所抽烟，初犯就是2000新币，折合人民币就是1万多块要是屡教不改，直接上万新元罚款，能罚到你连裤衩都不上。结果小王刚走出市中心的地铁站，一抬头，眼前的景象直接让他三观稀碎。道路两侧确实清晰的立着禁烟警示牌，红圈里面画了个斜杠，威严的很。可是你再往脚底下一看人行道的地砖缝里，绿化带的花草中间都能看到不少烟头。更讽刺的是正值下班休息时间，一帮西装革履打着领带的职场精英、金领高管就明目张胆的站在禁烟牌子底下，正吐云吐雾呢。那二手烟随风飘扬，路过的行人只能全程吸二手烟。小王在视频里直接说，都说抽烟重罚，可你看看，这可是核心商圈市中心根本就没人管，到处都是抽烟的人。说白了，还是鞭子挨得太少，大家根本不怕罚。抽烟罚5000，吃东西罚2500。不对怎么出了地铁站全是抽烟的？我又不是在犄角旮旯，我是在新加坡的市中心 CBD， 这里全是跨国公司和商业精英，这里的精英咋素质这么低你们看禁止吸烟，然后全是烟头。这景象跟咱们国内一线城市的写字楼底下到底有啥区别甚至比杭州、上海管的还要松。各位你想想，营销号天天说新加坡连掉根头发都要罚款，结果人家本地的高华精英们这样跟胡同口大爷一样搁禁烟牌子底下过瘾呢。这一步人设直接划开了一道大裂缝。那看完了抽烟，小王又把这镜头对准了新加坡的马路。网上流传的新加坡生存守则里有一条特别有名叫乱穿马路猛于虎。说是在新加坡，如果敢不走人行横道，随意横穿马路，最高能罚1000新元或者直接关进监狱坐牢半年呢。这威慑力听着就让人腿肚子转筋感觉走在新加坡的路上，脚底板都得踩着规矩可是小王在街头蹲守观察了一会儿发现这网上的传说跟现实完全是两码事不管是在商业区还是老街区，红绿灯亮着红灯呢，本地人游客男女老少，只要瞅着两边没车，或者说车里有个空档，啪的一声抬腿就过，直接肉身横穿车道。那动作利索的跟咱们国内某些大路口凑一撮人就走的中国式过马路简直是异曲同工。小王在视频里直乐说这路口执勤的交警和警力实在是太有限了。
新加坡这地方虽然不大，但架不住人多呀。真要严格按照法律来，警车都得装满了。那既然警察根本就抓不过来，那这个法律最后不就成了挂在墙上的画，只能吓唬吓唬老实人吗？更有意思是小王住酒店时的奇遇。新加坡有一条极度奇葩，经常被网友拿出来当段子讲的法律，在私人空间裸露身体属于违法。也就是说你就算在自己家里面，如果说洗完澡你不拉窗帘赤条条的被外面的路人或者是隔壁邻居给看见了，这就叫触犯公共滋扰条例，最高能罚个2000新元，还得去班房里蹲上3个月。那当年这条新闻在网上引爆热搜的时候，大家都在感慨新加坡这法制连自家客厅都不放过，太严密了。结果呢，新加坡在自己家里裸体是违法行为，但是酒店对面就是裸男。这一下小王彻底给新加坡定性了，什么法治天花板其实和很多地方都一样，大部分时候根本没人管，全是纸面文章。小王这个视频一发出来那个播放量和评论区直接就失控了。无数去过新加坡的或者说没去过新加坡的网友在评论区里现身说法掀起了一场新加坡大型比惨和退教大会。有一个中国网友留言说，可不是嘛，几年前我被网上吹的治安无敌给骗了，刚落地新加坡，在机场服务台附近一转头，手机啪的一声被偷了，我急急忙忙去找服务台的工作人员想看监控，结果人家冷冰冰的拒绝帮忙，让我自己去报警。报了警也就是做了个记录最后不了了之了，说好的路不拾遗呢，全是扯淡。还有一个网友吐槽的更狠去了新加坡落差太大了，网上说这里是花园城市，结果我发现除了亚洲文明博物馆门前那一块是干净的跟镜子一样，其他的很多小街道老城区也能看到不少的垃圾塑料袋，尤其是一些集市附近，那味儿冲的跟国内的菜市场没区别，甚至还不如国内干净呢。看着评论区这些哀怨，咱就得琢磨琢磨了，为什么前几年大家把新加坡吹得跟仙境一样，这2年一免签，大家亲自过去一瞅，滤镜啪叽一声碎了满地。其实这个事呢，不赖博主使坏，也不赖新加坡退步了，坏就坏在那些无良营销号的极端神话。新加坡一共才多大点地方700多平方公里，还没咱北京一个朝阳区大，但就在这么个弹丸之地上挤了将近600万人口，每年呢还得接待成千上万的全球游客。乌节路 CBD 小印度那天天挤得跟沙丁鱼罐头似的。新加坡环境局和交警一共才几个人他们就算是长了3头6臂，也不可能24小时蹲在每一个垃圾桶每扇窗户底下去抓人再一个，网上很多人把新加坡的鞭刑给传神了，大家一听说这新加坡有鞭刑，就以为在新加坡扔个烟头闯个红灯也得被扒了裤子抽鞭刑，哪能真要是这么整了，新加坡那几根藤鞭早就抽断了。新加坡的法律那也是分3、6、9等的，像乱扔烟头、闯红灯、不拉窗帘这种事在人家那儿呢属于轻度治安违规。一般情况下，警察看见了也就是口头警告，或者说开张罚单，根本不会惊动大鞭子。真正能吃上鞭刑的，那都是犯大事的。像普通游客和上班族日常就算是犯了点小错，顶多也就是钱包出点血，跟鞭刑挨不上边儿。所以小王博主拍到的乱象是真实存在的，因为只要是有人群聚集的地方，就一定会有死角，就一定会有不守规矩的害群之马。神话本就不存在，是互联网的滤镜把新加坡包装的太完美了，结果大家带着朝圣的心态过去一看到脚底下的烟头，可不就觉得落差大到姥姥家吗？那咱们唠到最后也得客观的说一句公道话虽然小王把新加坡的神话给戳破了，但咱也不能一棍子把人家全盘否定新加坡这几年虽然核心商圈有些死角，但人家城市整体的清洁度犯罪率之低，在全世界排名里依然是名列前茅的。而且你看这2年新加坡自己也意识到了问题正在疯狂的收紧各种政策，尤其是禁烟。那现在中国香港、上海很多地方在控烟和垃圾分类的时候，其实私底下都在抄新加坡的作业。但是咱们作为去旅游去出差的普通人可千万别看小王发了个吐槽视频，觉得原来大家都不守规矩然后自己到了新加坡也跟上放飞自我，随地乱扔，大街上光膀子，那你就真成了那个撞在枪口上的人啦。
中国驻新加坡大使馆那是操碎了心啊，曾多次发布重要提醒，千叮咛万嘱咐啊，在新加坡的中国公民一定要严格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尊重新加坡的宗教和风俗习惯，甚至还专门发过中国人需要了解的新加坡法律常识。人家使馆的原文里写的明明白白啊，有些行为在新加坡最高可以判罚10万新元，甚至直接面临监禁。为什么使馆这么着急啊？因为新加坡这个地方嘛，它搞的是选择性执法和精准钓鱼。平时警察可能不理你啊，但只要他们一搞联合执法，或者说你刚好撞在人家 KPI 考核的档口上，那一鞭子或者1万新币的罚单砸下来，你找谁哭去啊？到时候好好的度假直接变成牢狱之灾，那才叫真正的活受罪呢。所以说啊，偏听则暗，兼听则明。网上的世界太极端了，要么呢把一个地方吹成是没有一丝尘埃的天堂，要么呢因为几个烟头就把人家贬成是一文不值的垃圾场。真正的新加坡不过就是一个法律条文定得很严，但实际管理中也有人情世故，也有管理死角的人间烟火之地。规矩定在那儿是上限，底下人怎么活是下限。咱们去人家的地界啊，该守规矩守规矩，但也别把对方神圣化，把心态放平了，你才会发现这世界其实到处都是差不多。好啦，今天就给大家聊到这儿啦。大家觉得新加坡这种严刑峻法但也有死角的模式，到底算不算是真正的法治呢？如果你去新加坡，你最害怕触犯哪条法律呢？我是小兰，咱们下期再见。